达跟比特币的比价效应应该要开始了吗？今天带你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赶快带大家来看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千万别再等了。有2样商品啊，哇，机会来了。好，一个是辉达呢，另外一个就是比特币。好，那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看辉达。你要会说没有，它不是从高点跌落了吗？记得6月24号吗？辉达在1天之内跌了6.7%，哇，跌到吓死宝宝，吓死全世界市场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辉达连跌3天，跌掉了市值，哇，那个是1000亿美元起跳啊，吓死大家！大家以为哇哦，那个泡沫要破了吗？现在发现没有的，那就是绝佳买点。好，其实呢，你看到了这个辉达的股价一路的往上冲，贵到要分拆1拆10啊，拆了之后还继续的往上啊，但是呢，突然间就开始回跌，大家以为这样的一个神话就此破灭了吗？事实证明没有的，因为呢，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为什么没有了哦。其实呢，辉达它的一个股价，它的市值在1年半内啊往上涨了10倍。你以为这很多吗？你再往前看，它的市值10年内翻了500倍，你没有听错，涨500倍。太厉害了！那为什么跌呢？最近有非常多一些消息，比如说大家说，赶快卖股票，因为连黄仁勋都在卖股票。黄仁勋卖了多少股票呢？简单来讲，他卖了24万股，他变现的一个这个数字是2900多万美元，听起来很多，但是你要看看他手上有多少嘛？我们那种1股2股买的哦，你觉得人家卖24万股很多？不好意思，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啊，因为他手中是有8.6亿股他只卖了24万股，不好意思，那是他的小零头，他还有那么多，这是8.6亿股，是他挂在他名字底下，人家还有投资公司，人家还借由各种各样的投资，都还持续持有辉达我们这种小穷人，你不要看人家卖24万股，说他卖好多，没有，人家手中更多，人家背后还是一座山一样的股票担心什么？而且呢，他后来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投资机构还等着拿着钱砸他辉达的股票，所以你怕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辉达黄仁勋他的一个股东会当中，他说了些什么嘛？我们常常讲股价要看未来，你就看未来的辉达会有怎么样好的光景，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隐忧，你再决定你手中股票要不要卖或要不要加码嘛。好，我们来看这个股东会，短短半小时，该讲的都讲完了，讲完了之后赶快去买股票吧。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说。过去的辉达大家都知道他怎么起家的，他做 GPU 绘图软体，他做游戏起家的。那这个股东会呢，他就很简单告诉大家，过去的辉达专注于游戏，未来的辉达专注于数据中心 AI 的数据中心，它要转型。然后呢，在现在这个 AI 晶片的市场当中啊，一个人的武林就是辉达，一骑绝尘，没人追得上来，后面车尾灯都没人看得到。目前在 AI 晶片的市场呢，辉达的市占率超过了80%。然后很多人讲，你的晶片卖得那么贵，所以呢，你看看 AMD 在做的，英特尔在做的，人家便宜很多嘛。然后那你说价格价格不是这样看的。No， 我们看的不是价格，我们看的是价值。你还在那个很 low end 的，在那个地方跟我讲价格，不，请你看我的 value。OK，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他就告诉大家，黄仁勋说，我的晶片可能比较贵，可能有更便宜的晶片。但是你拥有的成本最低，然后你就 confuse 说这什么意思？你明明卖那么贵，什么叫做拥有的成本最低？他就告诉你，他说你可以买便宜的晶片回去啊，然后你就会面临到什么状况？你就会面临到它的效能很低啊，它会过热啊，它会宕机啊，它会各种的让你用得很不舒心啊。于是乎呢，你最后还是会回头来买贵一点的 NVIDIA 的晶片，因为你拿回去它的效能非常的好，它不会过热，它用的让你舒舒服服，忘了它的存在，然后你的 AI 会跑得非常的顺畅。所以呢，他讲说这叫做拥有的成本比较低，虽然你花了贵一点的价格用，但是你会用得非常舒服，你会用得非常的丝滑。所以呢，你就看到他讲了
虽然有竞争，但是呢，竞争加剧，它依旧是那个王者。那于是大家就说了，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有人去说，哦，辉达用的到底是哪个学校的人呢？他用了很多的以色列人。他说，哦，以为你最喜欢用台湾人呢，没有。后来发现以色列人，而且呢，他说啊，这个以色列的其中一所大学叫以色列理工学院，他用了非常多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人哦，当成他的这个人才库。后来才发现，哦，不是说他刻意去找以色列的人，而是他并了很多以色列的新创 AI 公司，所以呢，他就并进来的同时，人家的员工一起用了嘛，所以才会有很多以色列的这些理工人才。好，那么刚提到了有非常多辉达的未来正在进行当中，那股东会当中还直接告诉大家，他要让辉达让后进者追不上。刚他说会有非常多竞争者，但是他们追不上，所以呢，辉达要设很多的护城河，一道一道的让大家追不过来。好，那这护城河呢，他直接告诉大家，未来还有2大很重要的商机，一个是机器人，大家还记得这个辉达的一个GTC 当中，你看到那个小机器人们蹦蹦蹦蹦蹦，跟这个黄仁勋一起在台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权 AI， 他告诉很多的国家说，你要发展你的主权 AI 啊，你不发展的话呢，哦，这以后会变成你国家安全很重要的漏洞了哦。于是大家听了就，哎呦，好可怕，我赶快来哦。所以呢，主权 AI 呢，它直接跟国家做生意，这是一个国家等级的一个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商机是，它要让50兆美元规模的一些重工业这样的工厂全部都 AI 自动化，它的机器人就要用在工厂里，以后通通都关灯工厂，全部都是无人工厂，你就只需要一个工程师坐在那个地方看着电脑荧幕，我只要监控就好，其他所有的一些脏的事情、累的事情啊，这个你不想人不想做的事情，全部通通交给 AI， 通通交给机器人。好，这是它好大的商机。于是乎呢，这些研究机构、这些这个投资机构看了之后，真是眼睛将亮起来，所以你就看到了大家通通调高了辉达的目标价。分拆之后呢，很多人把它最高调到140美元的目标价，现在再往上调200美元。而且呢，你看到了当现在世界上的3雄啊，在争执那个第1名的市值，辉达、Apple， 然后跟微软在争那个市值第1的一个王座的同时啊，你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基金，他们正在调整他们的持股的权重比例。很有意思的。以前呢，大型的科技基金那种全球性的，会买什么股票？不外乎买苹果、买微软，差不多买这些嘛，然后买 Meta 之类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它在调整它的比重。以前呢，通常大型的科技基金，它第1名，它买最多的都会是买苹果或者是微软，但是现在他们在调整比重，怎么个调法？降低苹果，增加辉达，这一降一升，他会卖掉苹果的股票，然后把钱拿去买辉达的股票。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举一档这个基金这个例子它直接怎么这个调法它把它的苹果权重往下调，调到它只要买它部位的4.5%，然后它要增加买辉达，它买多少呢？它要买20%，它卖掉苹果，它要买辉达，而且那个比例哇不得了。完全向辉达倾斜，所以呢，这些大型的科技基金都是未来潜在的买盘。所以呢，你看它的目标价调得那么高，才告诉大家为什么突然间辉达的一个这个重挫会是大家的机会了好，不过呢，黄仁勋也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有很多后进者都想学他，都想模仿他，都想要研发一个更棒的一个 AI 晶片，但是他说他要逐户成盒嘛。但是我们来看，其中有一家最近呢，这个矽谷华尔街大家都在看它的发展，他们形容说，如果这家公司让它做成功了，那将会是 AI 版的矿机革命。大家还记得当初大家在疯挖矿挖比特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家是不是都赶快去抢辉达的显卡，对不对？抢显卡回来挖矿嘛，我要挖比特币呀。所以呢，辉达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它第一波开始往上冲的时候，是因为大家在挖矿嘛，挖比特币。那后来呢，辉达才开始转型，开始去做它的 AI 嘛。好，那我们来看到当时有一个矿机革命，那个时候呢，因为辉达显卡太难取得了，然后于是就有人研发了一个 ASIC
这样的一个晶片，大家发现用 ASIC 晶片来挖矿，哇，效率更高，我挖的又好又快又棒，挖的又多，所以呢，那个时候叫矿机革命，就是呢，大家都去买 ASIC 的晶片。好，那我什么叫做 AI 版的矿机革命呢？有一群哈佛的辍学生，他们去研发晶片，然后这家新创公司呢，他就研发出了一个晶片，叫做搜狐晶片呢，他说它的效能可以比辉达的 H100要再快20倍，所以呢，他说我如果用这个搜狐晶片的话呢，我可以比辉达有更好的效率来 run 这个 AI 的一个软体了可以去用这个大数据的方式去跑了听起来好厉害所以呢，它吸引了非常多的一些天使创投要投它。那当然，它现在在研发的阶段，它这个所谓的搜狐晶片，它比 H100要快20倍。那到底有没有办法量产？到底在实际的效用上，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在那个它实验出来的数据？这都还是一个问号。如果它可以真的又快又好，哇，那真的是 AI 界的矿机革命了我们来看它的发展。这就是黄仁勋心中所谓的竞争者了好，那这个提到了这个当初的辉达起来就是挖矿嘛，比特币呢最近好不好？除了辉达是大家机会之外，比特币请你认真看它一看好，我们看到比特币最新的报价是6万出头美元嘛，那最近呢还有一点压力在承压当中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国家正在卖他们的比特币。你说国家怎么有比特币啊？美国有比特币它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个比特币的政府，然后第2名是中国政府，他们有很多比特币美国呢大约有21.3万枚的比特币，那中国呢有大概是19万枚的比特币，然后还有英国有6万多枚比特币，德国有4万多枚比特币。你说他们比特币哪里来？都是没收来的。好像美国呢，他们办了很多，比如说他们去抓暗网的一些骇客他们去抓那种非法交易然后呢，那种什么卖毒品各种然后就查扣人家的比特币。好，那查扣了之后就手上很多嘛，那你也知道美国政府缺钱嘛，所以呢，他就一笔一笔的把他手中的比特币拍卖掉那这个最近似乎美国又要移转了4000枚到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拍卖所，好像又要把他的比特币变现了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德国呢最近呢也移转了上千枚，将近1000枚的比特币，应该也是要拍卖变现的那这么多比特币呢都是没收来，像中国也是，中国之前呢也是一样有一个用比特币洗钱的一个案子，一样一次就被没收了19万枚的比特币这些都是这个中国政府口袋里的钱咯，变现之后当然就是很开心充盈国库了嘛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比特币最近有点承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比特币告诉大家可能机会来了？那就是联准会很可能延后降息。联准会有一位有投票权的一位女士那她这个理事呢，她就讲了。他说，他觉得通膨压不下来，所以他支持再升息。听了大家吓歪，不是说已经结束升息循环，接下来就等降息吗？怎么还考虑升息啊？那既然呢，如果联准会要延后降息的话，那就代表这个市场上的资金，它就继续在它现在的一个这个赛道上奔驰，继续赚钱。于是呢，这个比特币的机会就来。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总统大选。总统大选呢，现在呢，2位总统候选人川普跟拜登，他们都要抢年轻的选票。年轻人喜欢什么呢？有很多年轻的比特币富翁，所以你最近就看到2位总统候选人呢，他们都开始要不断的对虚拟货币释出利多，很正向看待。比如说像拜登，他要出席一个比特币的高峰会；那比如说像川普，他说，他家住的佛罗里达州，他想要打造成虚拟货币之都因为在这个佛罗里达州他们的州费可以用比特币支付，在这里你用比特币的交易，你用比特币的投资是不课税的那在这个佛罗里达州对比特币来讲非常非常的自由，而且非常的 open mind 很接纳的。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在2位总统候选人希望可以有年轻选票的加持之下，比特币感觉好像最近在美国非常非常的正向，再加上有比特币的现货 ETF。
以太币也要来了，以太币的一个现货 ETF 也即将登场，这些呢都是虚拟货币的利多，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是辉达，前景非常看望，机会来了；另外一个是比特币，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好，给大家做参考喽，希望大家都能够口袋丰盈喽。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